來了，測一測星熊盧雅娜的致盲機制，看看哪些技能會拐彎，我們又如何規避掉這一發致盲，又或者是將之給解除掉呢？首先，我的大剑會拐彎，這個破魔劍士耗了蓝不說，還直接給飛遠了，十分難受。但好在，如果我們關閉掉一技能的話，即使飞散也是可以回蓝的。而後呢，伽羅的二技能直接是分头行动了，沉默是沉默，二段是二段，而諸如此類的奇奇怪怪的效果也是有好幾百個之多，畢竟之前修了200多個 bug 似乎還不夠。本期視頻展現的諸多現象，如果大家覺得是 bug 也可以反饋一下。虞姬一技能正常拐彎，二技能直接解除掉致盲效果，打出强而有力的2连击。至于大招锁头技能直接命中，没有什麼問題。再来，后羿作為峽谷當中以攻速見長的英雄，在面對盧雅娜的致盲時也是分裂的到處都是啊。后羿還有個絕活，我的大鳥會轉彎。再來看倉，有移動射擊2連擊，跳起追擊，但無論是哪種擊都會被咱們的盧雅娜所致盲，進而打空出去。甚至就連我們所率領的小狼啊，也是會被盧雅娜直接所致盲，這個感覺很合理的。再來是阿古朵、球球以及他的動物朋友們，露西、刺熊、獵豹也都會被盧雅娜所致盲。順帶提，致盲並不會觸發阿古朵2技能的單次免控效果，當然也可能是滾的時候根本不需要眼睛。但如果提前就被致盲了該怎麼辦呢？直接是一招人熊分離，瞬間解除掉致盲效果。再来，我的子彈會拐彎，這次用的是體驗服新版萌芽，如大家所見啊，子彈會拐彎，但導彈本來就會拐彎，所以說不會被致盲所影響。2技能的彈道估計500年內也沒人能看懂了，大招的話精確制導，不會被致盲。魯班7號1技能不會溜空，2技能以及掃射則都會轉向，受到致盲影響還是比較嚴重的，甚至就連我們這個大招的飛艇啊也會轉彎，但好在範圍挺大。馬可波羅1技能屬於類普攻，受到致盲之後會亂射，敵人創造彈道的話將會受到傷害，這也是盧雅娜不太靠譜的一點，有的時候很容易坑到隊友。馬可波羅大招範圍普攻行為不會受到致盲的影響。孫尚香他的小炮會拐彎，直接就丟失了目標，追加普攻也是一樣，而他的大炮同樣會拐彎。源流射手穿透強弩平行射出，感覺體積很大，很容易撞上去的樣子。大招範圍普攻行為不會受到影響。艾琳不管是普攻還是強弩都會亂飛，同樣看上去是很長的一条啊，不知道這種穿透普攻的判定範圍会不會大一點。1技能也是直接拐彎。至於大招精準鎖頭，無相神器也是同理。敖影3種強化普攻，別的不說，特效做的還是挺帥的，感覺比盧雅娜的蛇要好看一點。但無論是哪種龍，在面對盧雅娜時也只能做鳥獸散。好在大招還是可以直接驅散掉致盲效果的，優先級這塊敖影還是很權威的。說到優先级，敵人級的2技能也是不遑多讓啊，一個廉價的小淨化直接驅散掉致盲。而1技能雖然說是亂射，不過範圍還挺大的。哥呀，子彈很多也很會轉彎，穿透普攻有的時候看上去命中了，然而實際上卻打不出任何的傷害效果。2技能也是同理，好在是把頭給調過來了。公孫離強弩隨機飛出，並且公孫離的2技能也無法抵擋掉盧雅娜的大招，而公孫離的大招更是直接轉向飛出。再來看黄忠，我的大炮无坚不摧，即使被致盲了也能疊加一層被動效果。來相，我的小鋼炮又快又歪，面對盧雅娜的致盲，1技能直接甩飛。再來是孫權，近戰普攻可以施加底 buff， 並且疊加大招的層數。遠程2技能普攻行為精準鎖定目標，造成傷害。近戰2技能更是一通亂砍啊！雖然是普攻行為，不過與普攻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大招也是同理，不會受到任何的致盲影響。李元芳因為普攻彈道會亂飛，因此1技能就很難疊。不過好在啊，咱們大招的效果並不会受到致盲的影響，因此還是能夠用來疊1技能的，或者你直接一個2技能，廉價的就能夠将致盲給驅散掉。而當盧雅娜面對自己時，我的環刃亂轉彎，我的普攻不聽使喚，甚至就連我的大蛇也直接轉向了。自己克自己这塊拿捏的還是比較精準的。不過好在2技能不會受到致盲的影響。最後百里守約，我的子彈這一下是真的會拐彎了。好在不會掉被動層數，但又有啥用呢？2技能的話，即使蓄滿裂也是直接一個甩狙，
而大招還知道先鋒烟在逃跑啊。提起首月和大家分享個算好消息嗎？就是他的傳說限定皮膚上架姐夫的王者小店了，說是提前售，但又沒有提前那麼久。這兩天很多兄弟都問我有没有達人碼，還有直接問我有沒有碼的啊。說實話，我是真的没有那個碼，畢竟小卡拉密嘛，能搞到今天已經很不容易了。別人貨都帶完了，哥們兒還在這兒吭哧吭哧錄素材呢，也沒有辦法呀。怎麼說呢？與其感慨行路難，不如起身越關山。這也是姐夫的小店專屬祝福語，點擊評論區置頂鏈接即可進入。入手百里守約以及咱們的海月皮膚都會贈送這個專屬祝福語啊。開局17秒左右，在左下角顯示兩款皮膚都是990點券，帶各线件到手。姐夫的小店是和王者榮合作的官方小店，直接是連接遊戲的，所以說也會正常的计入貴族積分以及充值活動。你下單的話，這款皮膚就會直接發送到你的禮物中心，注意查收一下。蓝也會上，這個咱們稍後再聊。哦，對了，12號之前在小店入手百里守約，還會贈送5朵親密玫瑰哦。再來是吃叉，世上無人成功之事，我吃叉偏要試試。試到什麼程度呢？他的彈道甚至往自己臉上飛。在超殺形態下，屬於一個遠程英雄，彈道亂飛不說，就連一技能也將直接甩彎。我還是有一點點好消息的，那就是即使被致盲，咱們依舊是能夠疊加层數，進而進化成一個遠程形態，被更加克制。接着杨戬被致盲了，哮天犬也跟着瞎了，但好在我的大狗會轉彎。致盲這個效果雖然不算硬控，但是也會受到韌性的影響，在面对高韌性的杨戬時會直接消散掉，所以說打盧亞娜可以考慮出一下韌性鞋。杨戬2技能强化普攻，被盧亞娜致盲之後將打不出真實傷害。值得注意，杨戬的第3只眼也會受到盧亞娜的致盲效果，總感覺這個不是很合理。說好的二郎險勝真君呢？被動被致盲直接亂飛，不過開大過後韌性很高，致盲掉的也很快。開大期間的雙重2技能交叉变分叉，而類似的效果有很多，咱們待會兒一一解說。最後曹操開大瞬間解除掉盧亞娜的致盲。再來老夫子開大過後的2技能，這發彈道似乎是做普攻，因此不知道會飛到哪裡去。至於咱們的被動，即使被致盲也是能觸發的，只不過只能觸發，打不出傷害。人性2技能亂飛，但是即使被致盲，普攻仍舊是能夠為咱們提供經驗值加成，十分驚豔。光信大招分叉和曹操有點像，2技能更是不知道在往哪裡飄。当然了，强化普攻自然也是歪打不正着。我們再来看暗信，普攻一发直接全部丢失，包括被动的阴影傷害也是如此。2技能的話则情況有點特殊，顯示的致盲卻能造成多次傷害，甚至還能回復1份血量。2技能現在的效果實在是太強了，而1技能更是直接可以解除掉致盲效果，暗信的含金量還在上升。露娜遠程強化普攻會亂飛，1技能的話也會被致盲所影響。裴擒虎人形態下各種氣功都會亂飛，無論是你是1技能搓的，虎變成人那發強化的，還是基礎的幾發均是如此。心魔六耳直接大招可以驅散掉盧亞娜的這個致盲效果，只能說不可選中的含金量還在上升，而浮空的含金量也同樣沒有下降。2技能可以提前預判，进而躲掉盧亞娜的大招。被動雖然打不出傷害，卻可以疊加能量，1技能是正常命中的。玄策我的鈎子也會拐彎，好像這個角度看着有點奇怪。刀鋒寶貝2技能直接甩空，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上線。大司命2技能沒傷害，但是可以進行生命回復。1技能更強，如果目標血量少的話，虽然沒傷害，也可直接將之斬殺。牆上的飛普攻有的時候豎着飛，有的時候橫着飛，而當我們变成走地飛時，這個強補直接就打不出任何效果。好消息是也不會浪費层數。司馬懿可以打出一發十分帥氣的大镰刀空 A。佛羅倫使用2技能，可以明顯的觀察到一個花槍轉頭的動作。
而後朝外飛去，也是老熟人老對手了。強化普攻，命中時可以回血，但沒有傷害。宫本武藏2段強普打不出傷害，但是可以降低技能的冷卻。至於一技能無法將之擊落，甚至還被轉向了。上一個這麼牛逼的好像還是趙懷真。趙懷真天才隕落。面對盧雅娜時，這個大招基本上是很難轉向的，不過好在2技能還是可以轉向的。趙懷真自己的大招則是一個鎖头技能，並不會受到盧雅娜致盲的影響。最後作為一個傳奇普攻 CD 男啊，他衝過去普攻是能回血的，即使致盲也是如此。然後普攻打得太慢了嘛，所以說總能打出傷害。花木蘭輕剑2技能會亂飛，凱蝶1技能回旋鏢亂飛，強普直接打出 miss。蘭陵王2技能飛刀亂飛，而如果飛刀命中，然後咱們自己中了致盲的話，打出普攻可以回復血量。刘備硫磺書遠程爆裂彈直接全空，但好在是可以疊加被動的。而如果是我們體驗服的新版劉備，近戰2连噴啊，更是全空，好在也能疊被动。大招直接解除掉卢雅娜的底 buff。馬超傳奇隨機插秧人，強化普攻命中可以回復血量。而下一位也是一位傳奇，他的2技能竟然可以致盲3次，无論是剛開始丟出去這一下，還是往回彈的時候受到致盲，又或者是我們這個2技能的最後一段，均是逃不過致盲的下場。芈月，我的烏鴉會拐彎，我的小烏鴉也會拐彎。每次普攻命中可以增加暗影之力，每次普攻不命中也可以增加暗影之力。娜可露露普攻触发印记傷害，甚至還能回藍。他娜可露露致盲了，光有馬馬哈哈的印記啥事兒呢？哪吒致盲狀態下普攻一層被動。盤古這個可就厲害了，大招啟月直接解除掉致盲效果。而如果已經中了致盲，那麼我們的普攻可以疊加能量，施加流血，但致盲消失前咱們這個流血是沒有傷害的。而如果是力速衰的情況下也差不多，可以疊加能量，但流血被動同樣是需要等到致盲結束之後才會開始掉的。司空震，我的小黑子會拐彎。司空震的遠程強普快但不準，而基礎普攻實際上也一點不穩。切換成雷神形態下怒了一下，但也就怒了一下，完全不會彈射。好在開大时的強普還是挺帥的，雖然也沒啥效果。下一位是個一隻眼睛的男人，他說獨眼是男人的浪漫，所以說一技能第1段會轉彎，第2段則可以保持浪漫。2技能強化普攻，層數也丟了，傷害也沒有，甚至被動回血也沒回上啊。最後大招，有人說這個是無盡戰刃啊，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再來看夏洛特，我的三角尺會轉彎。看了看咱們的进度条，好像還沒過半，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解說了。光芒七星劍卡得好的話，可以全部丟失掉效果。再來项羽，強化普攻，樹逼直接 miss， 橫斬則可用來回復血量。而项羽大招實際上機制也還算挺新的，即使受到致盲也不會打空。亞連的話，1技能不受到影響，畢竟是一個霸體狀態。而咱們的普攻雖然打不出傷害，不過好在层數是打上去了，疊滿的話也可以用來回血。藥，你說他都叫藥了，還能被致盲，這合理嗎？再來是影，這個英雄在被致盲這件事上是有一定天賦的，我總擔心這個飛盤回不來，或者他直接拿錯了。近戰普攻可以疊加印記效果，卻無法造成任何的傷害。元歌首先1技能不會丟歪，2技能的話起碼還是以正常的形制所飛出去的，但這個3技能比較奇怪了，咱們策离晚上了，這種止息的技能還是很難被致盲的。尤其我沒有想到它能被以這種方式致盲，我還以為這2根線它就是十字綁定在一起的。不過元歌本體可以使用4技能進入一個无法選中的狀態，進而驅散掉致盲效果。但是傀儡的話被致盲那就只能致盲了，被動也触发不了，偷不到英雄碎片。下一位，我的老婆會拐彎。幾種槍役技還是都比較穩健的，1層槍役技打不出傷害，可以增加護盾；2層槍役技打不出傷害，但可以回復血量。人形態下的2技能，
會莫名甩飛，受到致盲的影響，而鳥形態的二技能則不會受到致盲的影響。測了很多次，应該都是會按照原來的軌跡實現的。我也分析過原因啊，不過也分析不出來啥。所能想到的就是云中君他本來就是一個盲人，所以可能致不致盲都差不多吧。但是這個普攻就有點問題了，如大家所見，被動是可以疊的，和盤古差不多，就得等致盲沒了才能夠造成傷害。最後，作為一個還算比較新的英雄吧，云中君的大招可以直接解除掉致盲效果，而老英雄也是多少有點机制或者数值在身上的。钟无艳直接是頂着致盲放石化，豬八戒的話直接是頂着致盲倒打一耙，但是沒有造成傷害，因此被動無法回復血量。阿珂被致盲狀態下背刺沒有傷害，但是普攻可以降低二技能的冷卻時間。一技能雖然視作普攻行為，但仍舊是技能，不會受到致盲的影響。關羽二技能直接解除掉致盲。至於被動，他關羽被致盲了，關羽吃土馬啥事呢？該撞就撞，該吃草就吃草。韓信超級橫掃，只能擊飛，回不了血，也無法造成傷害效果。廉頗第3發強捕會被致盲，大家對廉頗這個英雄有強捕這件事兒有印象嗎？再來，李白初代机制怪被致盲時仍舊可以疊加被動的层數，而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疊到4层之後將會幹嘛？将会直接解除掉致盲。騙你的，根本不用疊4層，一個二技能直接就解了，甚至還有超絕閃避，閃避俠大戰致盲怪。下一位更是述說又直直，蒙恬大將軍被致盲了，但關我小兵啥事呢？人多嘛，隨便捅一捅總是能捅得到的。今天这個機制總結還是比較困難的，所以說我就沒總結。拿霸體來舉例吧，有的英雄的霸體可以抵消掉致盲，但是蒙恬的就不行。召喚物也各有不同，比如說鏡的鏡像它竟然也能被致盲，沒傷害，只有被動。再來是孫策的強捕，可以用來回血。呂布附魔之後的普攻也可以用來回血。反觀狂點，充能普攻在致盲形態下就無法進行回血操作了。至於強化普攻，也只能造成一個擊飛效果。我們再來看藍，二技能強化普攻可以回復血量。如果順利的話呢，這期視頻會在8月8號0點上架，到時候藍的無雙起源幣也會上架姐夫的王者小店。還是點擊評論區的這個鏈接就能進入店內，每入手一次10周捆綁包可以獲得奪寶抽金的機會，前5組有效，至多有概率抽到100元紅包，也就相當於免單了。大家來支持一下姐夫吧。達摩的强化普攻被致盲形態下一拳直接打空，但如果是由二技能所觸發的强捕呢，则會直接命中，感覺也有其合理之處啊。源流刺客，如大家所見，所有的源流這個強捕都會打空且浪費層數。亞瑟雖然打不住強捕傷害，但可以觸發印記並造成沉默。典韋或許能解答大家很多的問題。首先，這個技能確實不是硬控，只能疊加1層被動。而後呢，咱們典韋的吸血是吸不上血的，只有回血是可以回血的，也和很多英雄的機制相對應上的。當然，各種附加傷害能否觸發就純看緣分了。比如說典韋大招的真傷就無法在致盲狀態下由普攻所觸發。我們來看安琪拉，一技能完全不受到致盲的影響，而二技能的話，我沒帶那個皮膚呀，要不就是我的蘋果會，真的不想再說這個拐彎這個詞了。大招完全不受到影響。不知火5二技能隨機角度致盲出去，但是彈射卻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火5的强化普攻可以造成擊退，但打不出傷害，希望大家不要糾結於英雄的讀法，知道是誰就行了。貂蟬一技能直接轉彎，二技能的話，一個廉價的解除致盲的手段。這個賽季的不可選中真的好強啊，實際上之前好像也挺強的。高渐離强化普攻直接打空。海諾我願稱之為小後羿，兩種形態下的一技能都會隨機被致盲，竟然朝着一個方向飛出。墨子跟我的宰培里奧光線说去吧，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就是奧特曼跟怪獸背对背擁抱那個小視頻啊。普攻的話也是只能打出效果，打不出傷害，
這也是咱們王者要致盲的一大特殊之處吧。說實話，对于各种远程英雄，比如说像嬴政这种英雄的克制度还是比较强的，无论是武功又或者是技能均是如此。还有像源流法师，你虽然看上去好像是打出来了，實際上卻沒有任何的傷害。包括二技能也是一樣，會像武則天的彈道那樣來回飛來飛去的。真紀的大招也會拐彎，但是這個大招的觸碰體積比較大，所以說小拐一個角度的話，影響不是特別之大。扁鵲更是直接開啟一個指示器和技能對不上的情況，被致盲的時候經常會出現打台球的情況，有點像體驗服的扁鵲了。嫦娥的一技能隨機轉向，而大招的話比起彈道技更加像地板技。至於妲己，一技能隨機轉向，而2、3技能都是精準的鎖頭技能，並未受到致盲的影響。幹將莫邪飛劍直接轉向，這個還挺致命的，因為如果沒有焦點的話，這個傷害很一般。海月和妲己一樣，一個標準的彈道技能，因此會受到致盲的影響，進而亂飛。強婆也是一樣，彈道亂飛，感覺致盲確實比較克制遠程英雄，近戰英雄是打不出傷害，遠程英雄彈道根本就碰不到人。金蟬稍微偏了一點，不過這個大招範圍挺大的，跟我的大慈大悲掌說去吧。米萊狄受到致盲，一技能將會直接轉向。小機器人再一次拉低了含金量，也會被致盲所影響。女媧一技能受到致盲，也是隨機方向，大招自然也會受到影響。這種時候就只能隨機挑選一個幸運觀眾了。我們來看一看加害者視角。上官婉兒強化普攻會被致盲，打不出傷害，一技能彈道也會發生偏轉，二技能則不會受到影響。沈夢溪本來一技能不受到影響，但是一旦和二技能連用就會彈道亂飛了。王昭君人稱冰雪後裔，受到致盲時彈道會如風雪般飄散。小喬一技能也會被干擾，進而隨機丟出。與之類似的還有西施的二技能，不過如果一技能牽引住的話，那麼還會有幾率給飄回來。楊玉環強普看着有點短也會丟空。楊玉環開大，進入一個無法選中的狀態，自然可以輕鬆解除掉致盲。易清又是一位散射流選手，強普命中，全憑緣分。周瑜一技能並不會受到致盲的影響，二技能並不會受到致盲的影響，三技能看着好像受到了影響，實際上也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諸葛亮一技能會隨着致盲而偏移，姜子牙兩種形態的大招都不會受到影響。封神肯定也不至於受到影響老頭眼神再差也不至於給元歌封神吧。魯班大師這個拉牆有點離譜，我們一鬆手他竟然告訴我們被致盲了，不讓用。但有的時候又能拉牆了，只不過拉的位置与我們選的位置不一樣，這個也能被致盲。還有就是超絕強普了，現在不是改成2段了嗎？得2段都不觸發。瑤一技能亂飛，順帶提，因為不是硬控，所以說也不會觸發瑤妹的被動，這個咱們已經反覆論證了。源流輔助一技能首先亂射，而後開始亂彈，你根本不知道這個彈道下一秒將會出現在哪兒，很是奇怪。至於大招更是亂彈琴，而鐘馗作為一個只有一個技能的英雄他最為核心的技能也會被盧雅娜所克制。但拐彎勾是好事還是壞事那就不好說了，莊周直接群體解除掉致盲。而後是恩奈特二技能隨機轉向，打台球甚至能擦邊將之彈飛。大招人稱小莊周，自己進入不可選中，給隊友也有一個霸體效果，應該是直接就把致盲給解掉了。蔡文姬隨機挑選一群幸運觀眾。大喬看起來不像是大喬被致盲了，好像是魚被致盲了。大魚致盲二技能的預警同樣致命，而二技能的強普也是展開了分头行動，特效是特效，效果是效果，只不過好像也沒打出傷害。而咱們的彈道竟然能飛這麼遠嗎？根本想象不到。東皇太一二技能是一個地板技，不受到影響，而盾山的強化普攻竟然是彈道技，會直接被致盲。就連盾山的大招也會被強制轉向。今天很多现象都有點出乎意料，還好是測了100多個英雄，起碼都測了一下吧，還是躲在塔裡最自在。鬼谷子強化普攻直接打空，對於遠程英雄的克制真的是比較離譜。
就連咱們的空空兒，雖然天天眯着眼，實際上也是能看到東西的，真致盲的話裝備也偷不到啊。一技能丟分身，這個竟然也能受到致盲的影響，為啥丟傀儡不能呢？至於咱們的幻象也會受到致盲的影響，进而打不出任何的傷害效果。明世隐被致盲之後，二技能將會隨機轉彎。至於一技能也是一樣，不過好在它本來就会轉彎。強补的話與其他英雄也是類似，只能造成效果，比如說回血，卻無法打出任何的傷害。牛魔這個一技能算硬技嗎？不知道，我只知道當他被致盲的時候，這個一技能根本疊不了層數，很有牛魔感。桑切遠程彈道萤火蟲亂飛，少资源只能飞踹但没有傷害，大招也會轉向。孫臏更是傳奇空大王，不過這次可以和一技能一起挑選幸運觀眾。太乙真人二技能正常舔，有人說這個英雄和羅亞娜挺契合的，是這樣嗎？張飛 miss 但可以疊加怒意。張飛在開大瞬間會有一個絕對免疫的狀態，但並不會驅散掉羅亞娜的這個致盲啊，實際上只是將它蓋住了，應該是一個顯示問題。再來是劉禪，你致盲你的，我干擾我的。最後的最後，本來想講講裝備觸發的，但有點講不動了。但如大家所見，起碼這個冰痕之握不造成傷害是觸發不了的。好了，感謝大家看到這裡，創作不易，大家記得来小店支持下姐夫，在下面的沒姐夫，咱們下期再見。哦，對了，入手遇到問題记得及时反饋，姐夫一定幫大家解決。